如果有一种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也不需要惊天动地，只要两个人站在阳光下，彼此看一眼，就足以让整个夏天变得温柔。最近，翟一莹和一航的组合再一次因为《吻向太阳》引发关注。阳光、微风、青春感，再加上两个人自然又甜蜜的互动，让不少观众第一眼看到他们就忍不住感叹，这对真的太有夏天的感觉了。而更让人期待的是，这一次他们将分别饰演金瑶和南昭，一个是让人忍不住想靠近的女孩，一个是看起来平静却慢慢把所有温柔都留给她的人。他们的故事没有复杂到让人喘不过气的爱恨纠葛，反而像夏天的阳光一样简单直接，却让人越看越上头。最开始他们或许只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走到一起，没有人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相遇，最后竟然会变成一段谁都舍不得放手的感情。这也是《吻向太阳》最吸引人的地方，他没有告诉你爱情一定要有多么轰烈，而是在告诉你，有时候真正让人心动的恰恰是那些非常普通的瞬间，一个眼神，一句关心，一次默默等待，甚至只是两个人一起走在阳光下，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可能成为一个人整个青春里最难忘的回忆。而翟一莹和一航恰好拥有一种非常适合这种故事的氛围感。翟一莹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比较轻盈自然，她不是那种必须依靠强烈造型才能制造存在感的演员，她的魅力更多来自一种亲近感，笑起来的时候很甜，安静的时候又有一种很舒服的少女感。所以当她站在阳光下时，画面很容易产生一种非常自然的夏日氛围。而这一次她饰演的金瑶也让观众更加期待，因为这样的角色并不需要一直制造戏剧冲突，她真正需要呈现的是一个女孩在遇见一个重要的人之后慢慢发生的变化，从最初的偶然到后来的习惯，从习惯到依赖，再从依赖变成无法轻易割舍的牵挂。爱情真正动人的地方，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而一航的南昭则像是这个故事里的另一束阳光，他可能不是第一眼就把所有情绪表达出来的人，但越往后看，你越容易发现他的温柔其实藏在很多细节里面。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说出口，你会记得他喜欢什么，会注意他的情绪，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甚至只是默默站在他身边，也会让他感觉安心。这或许就是南昭和金瑶之间最让人期待的地方，他们不是突然爱上彼此，而是在一次次相处中，慢慢发现对方已经成为自己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感情其实比一见钟情更加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或许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一开始只是普通朋友，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下意识寻找他的身影，看到好玩的事情第一个想分享给他，遇到开心的事情希望他也在，甚至天气很好，你都会突然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他就在身边，那就更好了。这就是吻向太阳想呈现的爱情，简单却不单薄，甜蜜却不悬浮，温柔却又带着一点青春成长的味道。而翟一莹和一航之间最特别的地方，也正是这种自然感。他们不需要每一个镜头都刻意制造暧昧，有时候只是一个对视，观众就已经开始自动脑补后面的故事；有时候只是并肩站在一起，画面就已经有了 CP 感。尤其是在阳光充足的场景里，两个人的气质很容易形成一种非常舒服的互补，一个明亮，一个温柔，一个灵动，一个沉稳，放在一起就像夏天最舒服的那一阵风，不会让人觉得过分用力，却会让你忍不住多看几秒。所以很多观众期待的其实不仅仅是一场吻戏，真正让人期待的是他们究竟会怎样从陌生人变成彼此最重要的人。第一次相遇是什么样的？是谁先心动？是谁先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对方？又是谁会在真正面对离别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早就把另一个人放进了心里？这些问题才是吻向太阳真正吊人胃口的地方。因为爱情最甜的时候，从来不是两个人已经确定关系之后，而是那段暧昧又小心翼翼的过程。
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喜欢你，却又忍不住期待。你想靠近，又害怕靠得太近。你想说出心里话，却又一次次把话咽回去。直到某一个瞬间，两个人终于意识到，原来我们早就喜欢上彼此了。而这一次，阳光似乎成为了他们爱情故事里非常重要的意象。阳光代表温暖，也代表希望，更代表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幸福。当两个人一起走在阳光下的时候，故事仿佛就在告诉观众，爱情不一定要经历惊天动地的风浪，有时候只要身边那个人一直都在，普通的每一天也可以变成值得记住的夏天。对于翟一莹来说，这一次的吻向太阳也让人更加期待她在短剧领域的持续突破。过去几年，她一直在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她身上那种自然、亲和、甜美的气质，也逐渐成为很多观众记住她的标签。但真正让人期待的是，她能不能在这种甜感之外，继续展现更多层次。而金瑶或许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因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角色，从来不只是会笑会甜，他也应该有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选择，以及面对爱情时属于自己的成长。至于一航，这一次和翟一莹组成搭档，也让两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成为最大的看点之一。尤其是对于喜欢甜宠题材的观众来说，这种没有太多复杂套路的青春爱情，反而更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你不用猜太多阴谋，也不用一直担心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虐心剧情，只需要看着两个人慢慢靠近，看着他们一起经历那些平凡的小事，然后等待那一句迟来的告白。这大概就是夏日爱情最舒服的打开方式。阳光洒下来，风轻轻吹过，喜欢的人就在身边，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只剩下两个人的心跳和那个越来越无法隐藏的秘密。所以当翟一莹和一航站在阳光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金瑶和南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多人都曾经期待过的爱情。不需要完美，不需要轰烈，甚至不需要每天说很多遍我爱你，只要你在，普通的一天就会变得特别，平凡的夏天也会变成一生都记得的夏天。而这也正是吻向太阳最让人期待的地方。翟一莹和一航究竟会把金瑶与南昭的故事演绎成什么样？他们的第一次心动会发生在哪里？谁会先打破这层暧昧？又是谁会成为那个最终舍不得放手的人？答案就留给即将到来的故事。如果你也期待翟一莹和一航的吻向太阳，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期待金瑶和南昭之间的哪一个瞬间？是第一次相遇？是阳光下的心动？还是那个终于忍不住吻向彼此的瞬间？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一起等待金瑶和南昭的夏日爱情。因为有些爱情本来只是一次偶然，但遇见你之后，偶然就变成了命中注定。而最浪漫的事情，大概就是在每一道阳光里都能找到一点喜欢你的理由。翟一莹和一航期待他们在吻向太阳里的故事。愿金瑶和南昭的这个夏天明亮温暖，也甜到让人舍不得结束。